这年头突然看到个柜子空空的你就会感觉，他是不是什么时候要突然发有 Chapter 11了？他不知道又是出了什么状况，好可怕。不过应该是他是在整理而已啦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所以商家们要的一直都是人。Kors 不是快倒了吗？我身边都没人去。每次听到这句，我都觉得很有趣。真的没人去了，他早就收起来了。资本比谁都算得快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有人的地方才有江湖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Kors 是怎么样千方百计让你上门的。准备好了吗 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我们先来打破一个迷思：世界很大，你看不到全部；美国也很大，你看到的也不等于是美国的全部。我身边没人去，所以没人去了，这是一个思维盲点。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误以为自己看到的一切真的就是一切。但美国不是 IG， 美国不是只有 LA 跟 NYC， 美国是大片大片的郊区。真正撑起这些百货的，往往是沉默的家庭客。会发限动的人，通常不是这些百货的主力消费者。如果一个商店真的没人去了，它早就收掉了。Kors 是典型的美国中产百货，是郊区生活圈里的核心百货之一。百货公司不是 Outlet， 也不是折扣店。Kors 有鞋衣帽包，有宠物区，有玩具区，有寝具、厨具，有一点点居家用品。那百货公司主打的是齐全跟方便，东西多，选项多，店一直在那里，一趟搞定。Kors 主要也不开在 mall 里面 ，Kors 主要开在所谓的 street mall。这种条带商场通常就是一个露天的商圈，虽然都在同一个商圈，但地太大，很常逛一间出来，再开车去下一间。明明都在同一区，但店与店之间还是要开车。这也是美国生活很特别的一环，开车逛街。跟所有大型连锁零售一样 ，Kors 也没落过，但近年好像回春了。说回春好像太用力，精准一点说应该是续命。续命续的比其他人好一点点。近年 Kors 引进了 Sephora 的进驻，Sephora 是美国超大彩妆连锁店之一，这是一个强力的流量入口，所以只要有个会吸客的 partner， 百货公司确实不一定要自己当主角。Kors 还有一招是跟 Amazon 合作，帮 Amazon 处理退货，你只要带着你在亚马逊买的要退货的东西，走进 Kors， 什么都不用带，连箱子都不用准备。柜台就会帮你办理退货，没有低消，没有怪招，你不一定要买东西，你甚至是来处理你买的不想要的东西的，但你走进门了。一旦你走进门，机会就开始了，他就是想要你走进门。那自有品牌，这个 Sonoma 就是它的自有品牌。Again， 自有品牌就是最赚钱的，因为它可以控制成本控制所有的东西。然后没有中间费，所以这个品牌每一个百货公司、每一个零售、每一个品牌搞来搞去，都就是用别人的品牌吸客人，然后主要都是要做自有品牌。那所以它这个自有品牌一定也是同样的套路它也会塞一些跟 Polo 差不多像的 Polo 衫跟谁差不多像的衣服跟哥伦比亚类似的衬衫一样，都是同一个套路，所以一定会看到很多很类似的东西。它这个很明显就是要对着哥伦比亚在揍他，这个 FLX 也是他的自有品牌。进门只是第一步真正厉害的是让你回来。除了用服务吸引你上门，还有就是直接给你钱，给你钱吸引你来。Kors 给的 Kors Cash 也是超级吸引人，不定时的会给一些，消费之后也会给回馈，都给的又大方又用力。购物金都有使用期限，所以几乎就是同步锁定了、预约了你的下一笔消费。Kors Cash 是一个温和的博弈，没事会突然给你个10块、20块。如果你能坚持住，真的只花10块、20块，那就会是你赢，你得到一些免费的东西。如果你扛不住诱惑，或是狠不下心，只要多花了一点点，哪怕就一点点，就是他赢了。他的目的太简单了，就是要你来，就是要你消费，更何况经常多花的远远不止一点点。消费带来的多巴胺，加上给你钱带来的多巴胺，你赌你花的刚刚好，他赌你多花一点点，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温和，感觉好刺激，感觉好嗨。
看起来温和，其实都是设计好的。它这个它的这个 sign 是 digital 的，它可以从远端，他们 corporate 在总公司可以直接改，远端改，然后他们现场的人也可以改，主要目的就是节省人力，然后又环保，因为以往他们可能要撕掉那张纸，然后像刚刚那个婆婆，她就跟我说，他们以前就是要跑进去后面拿一张纸再过来换这样子，而且有时候又拿错又贴错，麻烦。但是因为总公司不知道这个 sign 放在哪里，所以他们每一个 sign 他们还是要手动 manually 去 scan 去改内容。他好像从2013、15很早就开始用这种 sign 了，所以它也算是很特别的。我特别认真逛了一下 COS， 平常日去的，人不多，但很奇妙，不是空，是平，是平静的平，没有太多太刺激的活动，长辈很多，大家就慢慢逛，轻松逛，没有太潮太刺激的品牌，就很平静。无论是把牛仔裤拿起来浸到快要贴脸的老爹，或者是偷偷试玩玩具的婆婆啊，我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他们就是来消费的，是有目的的，是有要买什么东西的，不是纯逛街杀时间。COS 没有什么惊喜，没有什么意外，就是稳稳的。这个平是平静的平，也是平淡的平，也是平稳的平。好吧，就拿老爹鞋来说吧。OK， 哇，这个变化很大，这个质感都不对，皮都变了。Monarch 这个曾经一度是 Nike 卖的最好的鞋子，它这里都会是这些Columbia Nike Under Armour Adidas 都会是一些最安全、最普通、最可靠、最一般的款式，它不会有什么特别 fancy， 突然特别酷炫，没有，也不会有那种潮牌或者特别厉害的东西，没有，因为这边人就是要一个确定，要一个可靠、安全感，所以它的东西都会是特别选过，都会是最安全。这是日本人的老爹鞋，这是 Nike 的老爹鞋。你知道为什么老爹鞋都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这里的消费者都是老爹。我觉得这是美国中产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大家都往 Outlet 跑，很多 Outlet 都开在比郊区还郊区，也不是大家都往 TJ Maxx、Ross 那类折扣店跑。虽然折扣店到处都是，但不是人人都喜欢折扣店的购物环境。尤其是不管是 Outlet 还是折扣店，都不一定能一次买齐全，经常要看运气。应该这样说，一个美国中产，他的朋友又或者是他的家人有小孩，他要买一个礼物送他，他就会来这些东西 TJ Maxx、Marshalls 那些折扣店都有 ，Outlet 可能也有，他不会跑那么远，专程跑去买一个那个，他也不确定有没有，他就会来这里，他就会在这个地方买。就是这个东西提供了他们一个让他很踏实的感觉，很安全的感觉，很稳定，很确定，提供了一个确定性。它不会有特别跳的颜色，不会特别 fancy 的品牌，但是就让他们很 safe。百货公司所能提供的方便跟信赖感，刚好就正中美国中产的生活形态。COS 也都很精准的开在中产的生活圈周边。美国中产买的不是便宜，是确定性。我自己的经验啊 ，COS 的东西没有打折的时候并不便宜。当我是消费者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贵。哇，这个就贵了，这个18块其实非常贵啊，这个也很贵。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在10块左右，甚至以下，不然这样子这个是贵的。哇，贵，确实是贵。但百货公司主打的就不是便宜，所以这也很正常。COS 这种大百货公司大手大脚的，很容易某一个东西一下折扣太用力，这时候就有价差了。那如果要做点代购啊，这是有机会的，是值得算数学的。有时候是机会，有时候是鸡肋，这就各凭本事。COS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货量多，如果东西对了，价钱对了，又有量，对于同时还是代购的我，这种是最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这时候的我会觉得有量最重要，有量都好说，量拉出来了，隔一个月还会有很不错的 COS Cash 入账，这些可以当成我的 bonus， 买些居家用品啊。我就是在这个换的，这个多少钱？应该是100吧，所以 COS Cash 是真的有用的，我就用 COS Cash 换了这个，或是有时候刚好可以用在下一单，就真的很不错的。所以有人问我怎么看 COS， 其实我看它的方式啊，可能会随着我的立场不同而不同。我是消费者，我是代购，我是代购的代购，
同一间店3个位置啊，看到的世界可能完全不一样。OK， 所以当有人说 Kors 不是快倒了吗？我都会想啊，也许他只是站在消费者的位置看它，但同时有些人是站在生意的位置看它，位置不同，所见不同。有人看到的是价格，有人看到的是折扣，有人看到的是库存，所以我没办法用我身边没人去来判断一间店。OK，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这类的内容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别忘了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有什么店想看、想听我聊的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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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